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mm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首先想要说一下的是，这支视频是我第一次正式坐在镜头前这么正经的对大家说话，所以其实我有点紧张。之前的视频其实我都是用粤语来说话的，因为我是广州人，也比较习惯用粤语来说话。但是我觉得可能普通话会比较多人懂吧。所以我就决定这支视频就用普通话来录，但是可能我的普通话讲的没有那么标准啊，请大家多多见谅。那废话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正式开始这支视频的内容吧。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太晚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年龄是有一些焦虑感的，很多时候别人都会觉得几岁就应该做什么事情，你到了什么年龄就应该结婚，什么年龄就应该去工作。所以当你在一定的年龄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的时候，就会感到很焦虑。其实没必要去焦虑，因为每个人的节奏步调都不一样，你只要跟着自己的节奏去走好每一步就已经是最好的。而且其实是谁规定一定要在某些年龄去做某些事情呢？难道年轻的时候想做的事情老了之后就不能做了吗？难道梦想晚一点去实现就不叫梦想了吗？其实在过去有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很晚才开始做他们的事情的。例如美国一个画家叫摩西奶奶，她77岁才开始画画，80岁开画展。肯德基应该很出名的吧？肯德基的创始人他是在65岁才创立肯德基的。然后还有威尔旺王薇薇，她是很知名的婚纱设计师，他是39岁结婚，40岁才创业，然后到63岁的时候离婚，之后和一个比他小36岁的人恋爱。我其实想要说的是，年龄跟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如就放下对年龄的焦虑，然后现在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，没有太早也没有太晚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第二点，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觉得人大了就难免会经历一些生离死别的事情，才彻底的明白其实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没有了健康的话，其实你什么都做不到。小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察到健康有多重要，因为身体健康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现在才发现根本就不是理所当然的啊。所以我现在是非常的注重饮食、锻炼还有作息。例如我现在都只吃天然的食物，尽量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，戒糖，拒绝高加工的食品，还有早睡早起，并且每天要坚持运动。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是因为怕死，而是因为了更好的去享受生活。第三点，不必去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因为别人根本就没在意你。其实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家人和真正爱你的人，其他的人对你的眼光都只是好奇，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你，或者都带着自己的滤镜，例如是他们的个人偏好啊、过往经历啊、世俗定义啊等等。他们很多人其实都并不是真正的了解，或者是站在你的角度去替你着想的，因此其实又何必去在意这些眼光呢？世事本无对错，只要你自己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。第四点，爱自己。其实爱自己这个话题好像被说了很多了，但究竟其实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？以我的理解啊，我认为爱自己其实就是可以分成3步。第一步就是你要打从心底全然的接受自己，接受自己的好跟不好，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接受自己不是完美的一个人。当你完全接受自己之后，那第二步就是去觉察自己。
不是脑袋里的欲望，而是内心的感受还有需求。例如你现在很渴，可能你脑袋里面的欲望就会想喝一杯奶茶，但其实你的身体真正需要的是一杯水。那所以觉察自己真正需要什么，而不是听从你的脑袋里面的想法是很重要的。最后一点就是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对自己好。当你觉察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之后，你就用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去对自己好，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感受，远离那些伤害你还有折损你的人。其实爱自己就好像是去跟自己谈一场恋爱，先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，然后才可以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，去判断别人的爱，以及吸引到相同频率的人。第5点，精简，只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我一直都很喜欢北欧的极简风格，还有日本的断舍离。他们倡导的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其实不多，而多出来的都会成为我们心灵上的负担还有累赘。其实现在社会充斥着各种的买的诱惑，这边手机就给你推送一个超值优惠的精华液，那边就给你推送一个现在最新款的香水，少一些定力真的都会把持不住。作为一个从事广告营销多年的人来说，其实我很理解这种消费陷阱。我觉得买并没有错，但是在买之前，你要首先去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，还是只是因为虚荣，因为人有我有的心态，还是说因为便宜才买的。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或者真的喜欢这个东西的话，那就不要去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，这样会成为自己的负担还有累赘。其实真的，当你试着不再去买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，为生活做减法，从简单的事情做起，例如整理一下你的衣柜，精简一下你的手机通讯录，扔掉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，真的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轻松感。不只是你的物品整洁了，而是你整个人会觉得更加的轻盈。第6点，专注，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人事物上。其实专注是建立在精简的基础上的，当你把不必要的人事物精简掉以后，自然你就可以更加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人事物上。其实现在的社会分秒必争，几分钟就会推送给你一条新的消息，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很容易变得浮躁，就变得难以专注。想想看，当你想认真看一本书的时候，有多少次你想中途看一下手机？信息爆炸，东西太多，就会分散掉了我们的注意力，而很多需要长期专注力的事情就会很难去做成。例如是写作、画画、看完一本书，或者是自学一个课程。专注力对于学习和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因此我觉得定期整理一下自己的信息源是非常重要的。例如删减一些不必要的 app， 屏蔽掉一些没有用的推送，限制 app 的使用时间等等，都可以更好的帮你把专注力找回来。第7点，独立，最靠得住的人永远都只有你自己。不要去想着去靠别人，无论是你的家人、朋友、男朋友还是老公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自己做出来的决定到最后其实都是得自己去为自己负责的，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为你负责。所以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想要的生活都需要自己去努力，别人愿意去帮你或者可以让你去靠是一件好事，非常值得去好好珍惜。但是就算别人愿意给你靠，你也要拥有独立的人格还有经济，因为一个人被人靠得久了，怎么都总是会累的。而自己拥有独立的经济、人格、思想，不仅是靠得住，可以成为
别人的依靠之余，还会特别有魅力。第8点，持续自我提升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稳定的工作，无论是国企、外企、私企，都没有绝对的稳定。唯一的稳定就是自己的能力。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，真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。每天都会有新的科技出现，每天都有新的职业出现，所以要拥有竞争力的话，就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。无论是提升专业知识、兴趣爱好，或者是交往技巧、沟通技巧，除了拥有自己的观点之外，也要去拥抱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观点，拥有真正的能力，才可以更好的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。那对我来说，才算是真正的稳定。第9点，活在当下。享受此刻，而不是去怀念过去，或者是担忧未来。我们的脑袋其实总是习惯性的去想很多的事情，有时候会飘到过去，有时候又会飞到未来，于是担心和焦虑就会接踵而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在享受此刻。例如，吃饭的时候想着工作，工作的时候又想着周末的计划，休息的时候又想着未来的担忧等等。于是我们就在为过去和未来难过担忧的时间里面错过了现在，这是非常奢侈的浪费啊！其实我们只拥有此刻现在，把精力放回当下，好好的享受现在的每一刻，做好现在手上的每一件事情，我觉得那就是对未来最大的负责，也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第10点，生命有无限的可能。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其实我们的思想也在不断的定型，我们拥有越来越多自己的观点还有逻辑，就变得越来越难去接受新的观点还有别人的观点。例如说，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看透生活了，我没兴趣去尝试那些新的事情，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。又或者说，你从来都没有做过某一件事情，于是你就会觉得自己没可能可以做到的，诸如此类的，其实都是对自己的自我设限。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要去保持开放还有包容的态度，每天腾出一点时间和空间，去给一些新鲜的知识还有事物，以不一样的角度来看一下你的生活还有世界，你会发现生活其实真的不止一种活法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，很多时候限制住你自己的，其实只是你自己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领悟到的10件事情，希望也能对你有所启发，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一起变得越来越好吧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按赞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和感悟哦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